你是否曾经有这样的瞬间，在某个夜深人静或是感到无力的时刻，你的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：如果当时我做了不一样的决定，现在的我会不会过着完全不同的人生呢？又或者，你明明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，但是内心深处却有一种莫名的低语，好像有一个声音在跟你说：亲爱的，这不是你的全部，你还有其他的可能性。亲爱的灵魂家人们，这些都不是你的幻想，也不只是一个随意的后悔的念头，那是来自一个真实存在的你，正在穿越时间与空间向你发出的频率信号。今天我想和大家用最简单的方式来看懂平行时空的运作，以及我们要如何切换平行时空版本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朵娜，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。由于最近领地搬迁，不方便拍摄，但是我仍会以声音陪伴大家。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听起来很科幻，但其实是你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运作的机制——平行时空。很多人以为平行时空只是电影当中会出现的题材，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，它其实是你用来靠近梦想、转化命运最底层的逻辑。所以如果你觉得现在的生活很无力，对人生也感到非常失望的话，那么这一集的影片内容或许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思维。本频道是为了爱、真实与创造而存在的空间。我的灵魂任务是作为一个纯净的管道，传递来自源头的频率。这里的每一支影片还有标题都是我顺流灵感而生的创造，并非为了讨好集体意识，也不受流量或是收益的驱动。我存在于此，不为教导，而是为了与你们共振。愿每一位来到这里的灵魂都能透过我的声音唤醒内在的主权，不投射，不依赖，拿回自己的力量，并以慈悲的视角看向这个世界。如果你与这一股频率共振，邀请你与我一起展开接下来的旅程。若你现阶段感到无法对平，那也请明白，每一个灵魂的进化路径皆不相同。请记得，不评判，不控制，自在的转换频道，这一份对自己与他人的尊重，正是你在示范何谓正面即兴，服务他人。首先，我们要理解的是，在三维的线性视角里面，我们会认为时间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一条直线，但是在高维视角当中，时间是同时性的，并不是线性的。平行时空的意思是，在此刻的当下，所有可能发生的版本的总和。我现在要用一个比较简单好懂的比喻来说明什么是平行时空。想象你正坐在客厅里，这就是你现在当下的时间点。你的眼前有一台电视，这就是你的肉身载体。而电视里面有100个频道，也就是100个平行时空。你可以透过电视遥控器，也就是你的意识频率来切换电视频道。比如来说，第一台在演的是悲剧，也就是匮乏的你；第5台演的是喜剧，也就是丰盛的你；而第99台演的是科幻片，这就是觉醒的你。请你们注意，这一些频道都是同时在电视里面播放的，并没有哪一个是假的，哪一个是真的。你之所以会觉得你只在这里，是因为你的意识频率遥控器目前只锁定在其中一个频道。所以所谓的改变命运，其实就是做转台这个动作。请你记得，你并没有改变第一台的悲剧剧情哦，你只是将你的意识频率的焦点移动到了其他的频道，
比如说第5台丰盛的你，或是第99台觉醒的科幻片。我知道你现在可能会问，那么每一个人都有平行时空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因为这是灵魂体验宇宙的基础机制。没有一个灵魂是单一运作的，我们天生就是多维度的存在。听到这里，你也许还会想要问，如果平行时空有那么多个我，那现在说话的这个我是真的吗？还是说我只是一个分身，其他的我也有在过日子？为了让大家更能够简单的了解这个运作机制，我们必须要从2个不同的高度视角来看这件事情。首先，如果我们要从源头，也就是超灵或者称高我群或是母库的视角来看，如果你想要更清楚的知道什么是高我群以及母库，请按下右上角的连结，延伸观看高我的相关影片。现在请你发挥你的想象力，想象你的灵魂本体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总电源，这个总电源同时接上了1000个插座，而每一个插座就是一个肉身载具。其中一个插座是现在正在2026年台湾看影片的你，而另外一个插座有可能是在18世纪的另外一位法国的画家。那还有一个插座，也许可能是在平行宇宙当中没有走上灵性道路，而是一个普通上班族的你。所以对你的超灵来说，这1000个焦点都是同时亮着的，它同时在体验这所有的版本，收集所有的数据。所以在广义的灵魂层面上面，确实有无数个你同时在不同的剧本当中活着，而每一个版本都觉得自己才是真的。那现在我们要从第2个个体意识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。你现在感觉到的这个我，这个正在思考、正在呼吸的意识，其实是超灵投射下来的一束特定的光。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只手电筒的光束，平行实相其实就是静态的电影胶卷。也就是说，那一些所有的剧情早就已经存在在那里了。比如说，有一个穷困潦倒的你的那个版本是胶卷 A， 和另外一个丰盛的你的那个版本是胶卷 B。它们就像2张不同的照片，但是都已经同时的存在宇宙的资料库里面。你其实没有办法去改变胶卷的内容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你是那一道动态的光束，你可以透过移动你的光束来照亮胶卷 A 或是胶卷 B、C、D 的平行实相。但是请你们注意，我们的个体意识的光束一次只会照亮一个版本。如果要用更白话的举例，就是你无法同时活在单身又结婚的状态里，对吗？所以你们听出来了吗？所谓的改变命运，其实不是你去改写你现在的剧本，而是你调整了你的频率，包含你的信念、情绪、语频等等，让你的意识频率的焦点从穷困潦倒的胶卷 A 去跳到了其他的胶卷版本。但是我们肉身的感知其实是觉察不到这种切换，原因是因为这个切换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所以会让你产生了一种时间在流动，或者是命运改变了的这种错觉。但事实上，你只是切换了一个频道而已。那一些没有被你的光束照亮的平行版本都死掉了吗？其实不是，它们依然作为可能性存在在宇宙的资料库当中，或者它会由你的超灵的其他分身去体验那个胶卷。所以我们的这个肉身确实是一个无数可能性中的一个暂时的聚焦点，
你之所以会觉得这一切那么的真实，是因为你的灵魂将大部分的能量都聚焦在这个版本里面。讲了这么多，我想大家最关心的应该就是我到底要如何转换我的频道，对吗？在这边我提供2个练习的实作方法。在开始说明之前，我想要先请大家注意这件事情。这件事情是练习切换版本最重要的频率校准前提。这件事情就是你不能用讨厌现在这个频道来转台，因为要记得你的抗拒只会更加强的锁定现在的频道，你必须要用新的频率来覆盖它。在第一个练习里面，就是理想角色的演绎法。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明这个练习，就是平行时空的那个理想的你已经存在了，你要透过模仿它的生理状态来与它的频率共振。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法则，就是你的意识无法渴望不存在的东西。比如来说，你会觉得饿是因为宇宙有食物，你会觉得渴是因为宇宙有水。所以同样的，你的内心会有想要变得更丰盛、更自由的这种渴望，正是因为那个丰盛自由的你已经存在在某个平行实相当中。这份渴望其实就是那个版本的你透过时间线传给你的讯号，它其实在告诉你，我在这里耶，你赶快调频过来。那既然那个理想的你已经存在了，那你要做的就是去模仿它的频率。演绎法有3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是你要设定你的目标，比如来说，你想要转到一个丰盛而且有自信的自己的这个频道。那你设定完目标之后，我们就会进到第2个步骤，就是下载数据。你可以闭上眼睛，然后问问自己，那个丰盛版本的我，现在喝这一杯水的时候，手势是怎么样摆的？我的呼吸是急促还是缓慢深沉的？我的肩膀是耸起的还是放松的？那第3个步骤呢，就是频率覆盖。当你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在接下来的5分钟里面，你只用那个版本的肢体语言来做行动。比如说，像那个版本的那个自己一样的走路，像他一样说话，像他一样呼吸。这里的关键是，重点不是你要做什么，而是你在做的时候，你感觉自己是谁。当你的身体姿势改变，你的频率信号就会改变，你的频道也就开始切换了。再来第2个练习是意识的中断与重选。我知道有一些人常常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，身体的旧情绪的惯性会来得非常非常快，所以这个练习就是用来切断旧频道的惯性的技术。我现在要用一个比较生活化的方式来举例如何操作这个练习。有一天，你遇到了一件很倒霉的事情，你又被主管刻意的误解或是扭曲。这个时候，旧频道的你习惯立刻去反应，发出愤怒或者是委屈的频率。那这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开始做第2个练习的步骤了。那第1个步骤就是，请你要先有意识的对自己喊停。在情绪冲上来的那0.1秒，你的心里可以先大喊暂停。请大家注意，这个步骤并不是要自我批判哦，而是温柔的提醒自己，更清明的去看见现在的自己是什么情绪状况。当你有意识的觉察的时候，过去的惯性旧情绪反应其实自然的就会慢慢的松开。再来第2个步骤，就是要把自己抽离。请你告诉自己，这个是旧频道的剧情，如果我不按下暂停键，那么下一集还会是悲剧。
那这只是我过去选择的频道而已。那这个步骤呢，其实就是要让自己用更高的视角来看待现在三维世界所发生的事情。接下来我们会进到第3步骤，就是有意识的重新选择。请你先深深的呼吸，让自己回到我在的当下，然后问问自己，如果我现在已经是那个喜悦的平行时空里，那面对同样的主管的刻意刁难，那个版本的我会怎么样反应呢？接下来我们会直接进到第4步骤，就是执行新的反应。也许在那个喜悦的平行时空版本的你会一笑置之，那么你就开始执行一笑置之。又或者那个版本的你会祝福主管内心的不平静能够得到和平，那么你就用爱的频率送给主管。请你记得，一旦你做出了与过去不同的反应，你就会瞬间的跳跃了时间线。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当你做出了与过去不同的选择与反应，你已经在切换平行时空。亲爱的灵魂家人，今天我特别把平行时空当做一个主题的内容，用意并不是要大家用它来逃避现实的，它是用来让你看见无限的可能性的。请永远要记得，我们不是被困在电视里的角色，你是那个手握遥控器的观察者。如果你真的不喜欢现在的频道剧情，那也不要想说要把电视弄坏，你也不要去责怪剧本里面的其他演员。其实你只需要有意识的深呼吸，调整你的频率，做出相对应的举动，也就是直接转台的意思。那个最理想、最发光的你，其实从来都没有离开过，他一直在另外一个频道里面，耐心的等你与他频率对齐。所以，请不要再迷失寻找你的前世，或者去羡慕平行时空的自己的那些故事里。重点是，我们要如何提取这些能量特质以及智慧，如何运用在当下的创造当中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这一集的内容有协助你找回切换实相的力量，请留言告诉我，并邀请你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并将这份频率分享给你身边在乎的家人朋友。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频道，我欢迎你的到来。祝福大家都能对齐自己最渴望的版本。我是朵娜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